佛法里面有一个叫伏藏，象征如意宝。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如意宝，我们希望伏藏这个名字给众生有一个接引，希望他们都能找到回家的路，都能找到内心的这个如意宝，所以起名叫伏藏。我最初是01年我们就做过服装，但是那个时候做服装完全就是生计。05年到08年这3年时间，我基本上就在北大、清华一直上我们的东方的这种哲学课程。我反而找不到自己的衣服穿，因为我喜欢打坐，那我喜欢茶，那随时我出外旅行或者在家居家都符合我的这种身体的体验。那这样的衣服很难找，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当时说，哎，那不如我们做一个服装的文化品牌。有些朋友是我们的铁师哈，从我们创办服藏到现在，基本上他的衣服衣柜里面全是我们的衣服，他说就没有出去再买过一件衣服了。来北京10多年了吧，我搬家不下10次，然后每一次搬家都看着我一堆一堆的服装。我希望我在这个后半生哈，一生只需要5件衣服。我希望我超过这个数，我就可以送人。因为中国的服装哈都是叠穿的，那我们从春夏开始就2件衣服，长袍。因为我很喜欢穿长袍，因为长袍特别容易把我们东方人身材显得修长啊，显得儒雅，所以2件长袍。然后再往外，那就是到了秋冬，长袍外面再穿一个长马甲，啊，那样保暖。初冬的时候穿一个我们的长外套，基本上就是符合我所有的需求。为什么我会关注野蚕丝？就它这是春天到了，那么野蚕化蝶之后呢，捡起来这个一颗一颗的这种野蚕的蚕茧，然后这个蚕茧基本上像小鸡蛋那么大。我们在13年的时候做过一场野蚕布艺展，那个展览让我叹为观止，就里面就是用的野蚕的这个蚕茧去做一个道具，就挂在一棵树上面。结果挂了10多天，这个主办方就给我们打电话说，请你们赶紧把你们的这个蚕给拿出去吧。我说怎么回事？去看的时候才发现，所有蚕我们挂着的蚕茧全部化蝶，而且那个蝶子大小基本上是我们2个手巴掌这么大。我当时很纳闷，说每一个那个蚕茧我们拿过来都检查过，没有生命迹象才挂上去的，它怎么可能每一个都化蝶？最后发现说温度适宜，这个里面的蚕用它的唾液溶解这个蚕茧，然后从里面钻出来。你想在长白山产区，它本身它都是在低温到零下30多度，仍然可以保存这个生命的繁衍。那这个东西它的能量是很强的。我就告诉大家，你连续3天穿这一个野蚕丝，你就能体验到它的能量啊！我们的朋友蛮听话的，就说那我试试看吧。3天我还没有试过穿同一条裤子，我说你可以换颜色啊。然后他们很乖，试过之后就告诉我，因为禅修的人他身体很安静，然后穿这种可以屏蔽掉辐射的这种材质的衣服的话，他人也会变得很安静。所以当时体验完之后说，哎，真的不一样。我的第一个客人啊，因为他是一个茶人，他有好几款茶我很喜欢，当时就有想跟他买，他不卖，他说因为是我真爱的茶。当他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室哈，看上我们家2件衣服，也是一样，他本身是个光头嘛，然后穿上我们家这个男装，突然我觉得哎，从土匪一下变得很儒雅的这个文人。他当时要给我买衣服，我说不卖。我只要拿你的茶给我换。他那时候就是好像他的工作室就在我们旁边嘛，就兴冲冲的拿了好多茶，就是我喜欢当时喜欢的茶，就拿来跟我衣物跟我交换。这是我们第一个客人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11年那时候，因为我喜欢茶嘛，又看了日本茶道这种他们茶人穿的这种服饰哈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境界。形式不是坏事，其实恰恰代表我们是谁。而且作为一个茶人，你穿的这件衣服，用这个李老师的话讲，它既存在就像壁纸一样，很安静，
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负担。做完之后还请了各路茶人来我们这里，每个人穿衣来着装，还拍照。最后发现，哎呀，这件衣服最后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它够长，你里面没有一颗扣子，它代表自由。它可以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身形、每个人的着装的一种特性来做了一个披挂式的，而且这个当时我们做的这个围巾是3.3米，这个3.3米是有寓意的，3.3米是一个袈裟的尺寸。那我觉得很多茶人可能都是在茶里面修行的人。14年的年底吧，茶服已经这么蓬勃了那我觉得士夫、文人要穿的衣服，那是不是应该倡导一下呢？这文人服也觉得很奇怪。后来，灵光乍现，想不如就取名叫墨香吧。这个系列就是我想做一些中国的士夫、文人穿的一些物件衣服。我记得我在机场看到一个穿着灰色的袍子的人，我觉得太美了，我就一直跟着这个人走。走到海关的时候看，这是一个这个韩国的这个比丘穿的衣服。当时我觉得，哎呀，这是多好看的一件衣服啊！这个棉袄，因为是个灰色的棉袄。那我是14年的时候呢，去到韩国，当时就去看他们的墨染，当时就发现他们墨分5色，从浅灰，就我们说的月下白，一直到最深的这种黛色，我觉得太美了，就把这种颜色呢，我们就带它这个工艺我们都带回来了。后来我们就用这个40年的老布手织的棉布，经过竹染5次竹染之后，然后反复再用这个白矾定色，定色之后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这块材质。然后里面再敷上牦牛绒，它很保暖，到冬天的时候，然后外面看上去有我们的士夫的这种精神气质。墨香就这样生出了。